公元923年，一个从大漠里走出来的部族首领，站在洛阳城的宫殿里，穿上了龙袍。他不姓李，但他说自己姓李。他不是汉人，但他建立的国家叫唐。这个部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又连续建立了第二个、第三个中原王朝。3个皇朝，同一个族群，而这个族群的总人口可能还不如今天一个县城的人多，他们就是沙陀人。你大概率没在课本上好好见过这个名字，但整个五代十国几乎就是他们的主场。欢迎来到壁画太多，我是三太。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更需要你点击热推送出 hype 积分，壁画太多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存在感比较低的乱世，很多人知道三国，知道南北朝，知道春秋战国，但提起五代十国，那基本都没什么印象，比较陌生。这不怪你，因为这段历史确实很乱。53年换了5个朝代，10几个皇帝，那政权就像走马灯一样转。但如果你仔细去看，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规律：5个朝代里面有3个是同一群人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3个中原正统王朝，他们的开国皇帝全部出自沙陀系统。也就是说，5代中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中原的皇位是被一个西北游牧小部族把持着的。这就好比一个班上50个人，班长换了5次，其中3次都是同一个宿舍的人当的。你说是巧合，那没人信。这背后一定有结构性的原因。而今晚这整个故事，就是要把这个原因一层层的给拆解明白。沙陀人是谁？他们从哪儿来？一个在西域边缘放牧的小部落，怎么就一路走到了中原的权力中心？他们为什么能在汉人的地盘上反复称帝？更关键的是，这么能打、这么猛的一群人，为什么后来突然就消失了呢？今天中国的56个民族里，根本就没有沙陀族这个名字。几十万人没有被屠杀的记录，说没就没了，也没有被驱逐的记载，就像被蒸发了一样，没了。这个故事的起点要从一片沙漠说起，那片沙漠在今天新疆东部靠近巴里坤湖的地方。1300年前，那里有一小群人赶着牛羊，住在毡帐里，说着突厥语，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后代有一天会坐在中原的龙椅上。他们当时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怎么在这片又干又冷的荒地上活下去。而命运给他们安排的剧本，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疯狂得多。沙陀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带着一股风沙味儿，事实上它确实是因为沙漠而得名。在今天新疆东部巴里坤湖附近，在古代有一片被称为沙陀契的大沙漠，契就是戈壁荒漠的意思。这群人常年在那片沙地周围放牧生活，时间久了，周围的部族就直接喊他们沙陀人，意思差不多就是住在大沙地旁边的那帮人。你看，就连这名字都透着一股边缘感。要搞清楚沙陀人的来历，那咱们得先说说突厥这个大家族。突厥是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北方草原上最强大的游牧帝国，鼎盛时期地盘从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中亚。后来突厥分裂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2大块，东突厥靠近中原，和唐朝反复拉扯，西突厥则盘踞在更西边，控制着天山南北和中亚的商路。这个沙陀人就是西突厥体系下的一个小分支。更准确地说，他们属于西突厥的楚越部落，
而楚越本身在西突厥里就不算什么大部落，沙陀呢又是楚越下面的一个小支系。你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一个大公司下面某个小部门里的一个临时工小组，层级低到基本没什么话语权。但就是这个没什么话语权的小部族，日子虽然过得边缘，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地理优势。他们所在的区域正好卡在中原王朝和西域之间的通道上。唐朝在西域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要往那边运兵运粮。沙陀人的地盘就在必经之路上，这意味着唐朝需要他们配合，而他们也得要抱住唐朝这条大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沙陀人就以唐朝附属部族的身份，老老实实地待在西域边缘放牧，帮忙守边。这段日子波澜不惊，安安静静，似乎一辈子就要这么过去了。转折发生在安史之乱之后，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唐朝从巅峰直接一脚踩进泥潭。虽然叛乱最终被平定了，但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力急剧下降。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逐渐与中央失去联系，吐蕃趁势北上，开始大规模蚕食唐朝在西域的地盘。沙陀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卷进了巨大的地缘漩涡。吐蕃人打过来了，唐朝的保护伞收回去了，沙陀人被夹在中间，左边是吐蕃的刀，右边是断了联系的大唐，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一部分沙陀人选择了就地归附吐蕃，这在当时是最务实的做法，但吐蕃人对他们并不信任，把他们当成炮灰，反复驱使他们去打前线打仗。沙陀人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吐蕃的体系，这种不情不愿的依附注定不会长久。到了公元808年前后，沙陀人内部终于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脱离吐蕃，向东投奔大唐。这个决定听起来很豪迈，但执行起来是一条地狱级难度的逃亡之路。吐蕃人当然不会放他们走，而他们要穿越的是整个河西走廊和漫长的荒漠地带。这一路上的追兵、饥饿、严寒，样样都能要他们的命。一个小部族拖家带口，带着牛羊和全部家当向东方拼死狂奔。出发时大约3万人，等他们终于走到唐朝控制区的时候，活着的还不到1万人，2/3的人永远留在了路上。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条用命换来的路，把他们送进了中国历史最激烈的权力棋局。3万人出发，不到1万人抵达，这组数字背后的残酷，远不是一句伤亡惨重能概括的。想象一下，一整个部族，老人、女人、小孩、战士，赶着牲口，扛着毡帐，在吐蕃骑兵的追杀下，穿越上千公里的荒漠和山地。没有补给线，没有友军接应，每天醒来都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到天黑。这不是行军，这是一个族群在用命压住。率领这次东迁的人名叫朱耶晋中。在这里呢，要说一下这个耶，它不读常见音斜，在此处为古代突厥部落的特殊姓氏，读耶。朱耶是沙陀人的本姓，听起来很陌生，但你记住这个姓就行，因为后面它会变成一个你非常熟悉的姓。朱耶晋中是当时沙陀部落的首领，他做出东奔大唐的决定，部族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有人觉得留在吐蕃虽然憋屈，但至少能活；有人觉得去投唐，那路上就得死一大半。但朱耶晋中很清楚一件事，吐蕃把沙陀人当消耗品，这种日子过下去，不是慢慢死，就是被彻底吞掉。与其等死，那还不如赌一把。这一路的惨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吐蕃派出追兵在后面咬得很紧，沙陀人一边跑一边打，牛羊丢的那就不计其数了，辎重根本顾不上，能带走的只有人和兵器。穿越荒漠的那段路最为致命，水源极度稀缺，很多人不是死在了刀下，而是渴死在了路上。朱耶晋中本人也没能撑到终点，他在途中战死，把队伍交给了儿子朱耶执仪。一个年轻人在父亲死后带着残部继续往东走，那种悲壮和孤注一掷，一路咬牙前行。最终这支残破不堪的队伍抵达了唐朝在灵州的辖区，也就是今天的宁夏一带。唐朝的地方官员看到这群人的时候，大概也愣住了。一个浑身是伤的年轻首领带着几千个又饿又累的牧民说，我们是从吐蕃那边逃出来的，要投奔大唐。唐朝当时正处于安史之乱后的虚弱期，边防力量严重不足，正愁没人帮忙守边，这群从天而降的骑兵简直像是送上门的礼物。于是朝廷很快做出了安排，接收沙陀部族，把他们安置在延州一带，也就是今天陕北到宁夏的交界地。但沙陀人在延州的日子并不长，没过几年，朝廷又把他们迁到了一个对中国历史来说意义深远的地方，就是山西北部，以代州和朔州为中心的地带，大概就是今天山西大同到忻州一带。这个安排看似随意，实际上是唐朝的一盘棋。山西北部是对抗北方游牧势力的前线，需要一支能打的部队驻守，而沙陀人那天生就是骑兵。唐朝把他们放在这里，等于在北方边境插了一根钉子。沙陀人也迅速适应了新环境，山西北部多山多谷，适合牧马，也适合防守，和他们从前在西域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更重要的是，朱耶执仪非常会做人，他主动向唐朝表忠心，帮朝廷平叛打仗，每次出力都不含糊。作为回报，唐朝给了他一份大礼，赐姓李。从此朱耶执仪的名字就变了，变成了李执仪。沙陀首领家族正式成为大唐的国姓宗室。这个操作在唐朝并不罕见，皇帝经常把李姓赐给有功的外族将领，既是拉拢也是绑定。但对沙陀人来说，这个姓氏的分量远超象征意义。这个姓氏给了他们一张融入中原权力体系的入场券，更给了他们日后争夺天下时一个强有力的身份背书。就是这样，一群从沙漠逃出来的人换了一个姓，扎根在山西的群山之间，开始安静地积蓄力量。而唐朝那座摇摇欲坠的大厦，离最后的崩塌也越来越近了。沙陀人在山西北部安顿下来之后，过了几十年相对安稳的日子。他们帮唐朝打仗，唐朝给他们地盘和官职，双方维持着一种还算默契的合作关系。但这种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间歇，因为晚唐这艘破船，那漏洞实在是太多了，修都修不过来。这个唐朝末年到底乱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皇帝在长安城里坐着，但说了算的是宦官。宦官掌握禁军，能决定谁当皇帝，皇帝反倒成了提线木偶。地方上呢，藩镇各自为政，节度使们名义上听朝廷的，实际上谁也不鸟谁。朝廷想收税，地方不给；朝廷想调兵，地方根本不动。中央政府的权威呢，薄的就像一张纸，一捅就破。而最后捅破这张纸的是一个落榜书生。这个人叫黄巢，他是个盐贩子出身，也读过书，考过科举，但是没考上。一个有点文化、有点野心又有点钱的失意中年人，在那个时代是最危险的存在。公元875年，黄巢响应王先知的起义，拉起队伍造反。一开始规模不算大，
但唐朝的地方军队实在太拉胯了，根本挡不住。黄巢的军队那简直就像一把切黄油的刀，从山东一路打到南方，又从南方杀回北方。公元880年，黄巢攻入长安。皇帝唐僖宗连夜跑路，跑到了四川成都，给苟起来了。整个长安城落入了起义军手中。黄巢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那一刻，他大概觉得天下已经是自己的了。但他很快就发现，打下一座城市和治理一个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他的军队在长安城里迅速失控，纪律崩坏，烧杀抢掠，把整座城搞得面目全非。长安的百姓和官员那都恨死他了，各地藩镇也根本不承认他的政权。黄巢占着长安，却像坐在一座火山口上。就在这个时候，唐朝朝廷在成都发出了一道近乎乞求的诏令：谁能帮朕打败黄巢，收复长安？这道诏令发给了各地的藩镇节度使，但大部分人要么在观望，要么有心无力，要么根本就不想趟这滩浑水。唯独有一个人接了这单，而且接得非常爽快。这个人就是沙陀首领李克用。这个李克用是沙陀第3代领袖，是朱耶执仪的孙子。他当时的身份是代北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手下有一支以沙陀骑兵为主力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的战士常年在北方边境和草原上打仗，骑射功夫一流，战斗力远不是中原那些疲软的藩镇兵能比的。李克用接到诏令之后，率军南下，目标直指长安。公元883年，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和其他几路唐军联手，向长安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沙陀骑兵的冲击力，那在战场上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黄巢的步兵在骑兵的反复冲杀下，根本站不住脚。长安城被收复，黄巢兵败东逃，最终在山东走投无路，死于部下之手。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大起义，在沙陀铁骑面前画上了句号。这一仗彻底改变了沙陀人在唐朝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在此之前，他们只是一个帮朝廷守边的附属部族，有用但不起眼。在此之后，他们成了救过皇帝命的功臣，是整个帝国最能打的军事力量。朝廷不得不论功行赏，封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驻地太原。要知道当时的太原是什么地方？那可是整个北方非常重要的军事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把太原交给李克用，等于承认了沙陀人在帝国权力版图上的核心位置。一个曾经在沙漠边缘放羊的部族，现在坐镇太原，手握重兵，俯瞰整个中原。当然了，李克用的野心显然不会止步于一个节度使的头衔。李克用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是故事。他天生一只眼睛有问题，史书上记载他一目微渺，就是有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就因为这事儿，后世给他取了个响当当的外号——独眼龙。这个外号听着有点江湖气，但放在他身上一点都不违和。因为李克用这辈子确实活得像个江湖人物，痛快、骄傲、不服输，谁的面子都不给。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少年成名，15岁就跟着父亲李国昌上战场，骑射精湛，勇猛得让人侧目。据说他在沙陀骑兵中的威望不是靠血统获得的，而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的父亲李国昌本身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物，曾经因为和唐朝地方官起冲突，直接起兵闹事，搞得朝廷一度要出兵讨伐。李克用年纪轻轻就跟着父亲经历了这些风浪，性格里那股桀骜不驯的劲儿，大概就是在那时候养出来的。后来父子二人被朝廷打压，一度逃到了北方的鞑靼部落避难。
一个姓李的沙陀少年在草原上流亡，寄人篱下，等着有朝一日翻盘。这段经历对李克用的影响非常大，使得他比一般的藩镇军阀更能吃苦，也更懂得什么叫绝处求生。所以当黄巢之乱爆发，朝廷需要人救场的时候，李克用抓住机会，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他太清楚了，这是命运给他的唯一一次机会。收复长安之后，李克用被封为河东节度使，正式坐镇太原。从这一刻开始，他成了整个北方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军阀。而真正让他成为传奇的，不只是他自己的能力，还有他手下的那支军队。沙陀骑兵是当时天下公认的精锐，其中最核心的一支部队被称为鸦军，因为士兵全部穿黑色军装，远远看去像一群黑鸦扑过来，气势极其骇人。鸦军的战术核心就是快速突击，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在正面撕开缺口，然后一路碾压。中原的步兵方阵在这种打法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李克用的另一个传奇标签是13太保，他收了一批义子，个个都是猛将，后世演义里把他们称为13太保。这种收义子的做法在当时的游牧和半游牧军事集团里很常见，它不是简单的父子关系，而是一种超越血缘的军事效忠纽带。义子们对李克用绝对忠诚，战场上拼命，政治上站队，形成了一个以李克用为核心的紧密权力圈。在这些义子里面，有一个人后来的表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他叫李存勖，但其实他不是义子，他是李克用的亲儿子。关于他的故事，后面我们会细说。坐拥太原，手握鸦军，麾下猛将如云。李克用在晚唐的政治棋盘上本该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有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就是太傲了。他几乎看不起所有人，和朝廷的关系时好时坏，和周围的藩镇也搞不好关系。他的逻辑很简单，是我救了大唐，没有我你们早就完了，所以天下人都应该敬着我。这种态度让他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得罪的最深的那个人，恰恰是当时另一位正在崛起的枭雄。那个人从前也是黄巢的部下，后来投降了唐朝，靠着心狠手辣和政治手腕，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顶端。这位就是朱温。李克用和朱温之间的恩怨，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政治对立，而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就埋下的深仇。这两个人，一个来自草原，一个来自中原，一个靠打仗起家，一个靠权术上位。他们之间那场长达数十年的对决，不仅定义了晚唐的走向，也直接催生了五代十国这个乱世。朱温和李克用的第一次交集发生在黄巢之乱期间，当时朱温还是黄巢手下的一员将领，负责镇守一块地盘。但这个人有一个极其灵敏的政治嗅觉，他看出来了，黄巢撑不了多久，于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冷血的决定，直接叛变投唐。唐朝朝廷正缺人打仗，有人主动来投靠，那自然是大开绿灯。朱温摇身一变，从叛军将领变成了朝廷的忠臣。这个转身之快之滑，让人叹为观止。那嘴脸每个人身边都有，多得很。李克用对朱温这种人是打心底里瞧不上的，在他看来，自己是千里率兵来救大唐的忠义之士，而朱温不过是个反复无常的叛徒，说他墙头草都算高估他了。两人联手打黄巢的时候，表面上是战友，心里早就看对方不顺眼了，但真正让仇恨彻底点燃的是一场宴席。公元884年，黄巢败局已定，李克用率军路过朱温的地盘汴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朱温设宴款待李克用，
表面上非常客气。李克用这个人喝酒没数，那天喝得酩酊大醉，完全失去了警觉。就在那天夜里，朱温动了杀心，他派兵包围了李克用的驻地，纵火攻击。火光冲天之中，李克用在亲兵的保护下拼死突围，据说是趁着一场暴雨才侥幸逃出升天。他的好几个随从当场死在了大火里。这就是著名的汴州之变。你想想，你在主人的酒桌上喝醉了，然后差点还被主人给活活烧死。这种事情放在任何时代、任何文化里，那都不是人干的事儿。李克用从此恨朱温入骨，发誓要报这个仇。而朱温呢，他也知道自己和李克用已经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干脆一条路走到黑。两个人从这一夜开始成了你死我活的宿敌。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李克用和朱温之间的战争几乎就没有停过。两人的地盘紧挨着，李克用在山西太原，朱温在河南开封，中间隔着太行山。双方在河北、山东、河南的交界地带反复拉锯。今天你吃我一块地，明天我又打回来，反反复复。战线之长，持续之久，几乎耗尽了整个北方的元气。从军事角度看，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在野战中几乎无敌，正面硬碰硬的话，朱温的军队基本是占不到什么便宜。但朱温有一项李克用完全比不了的能力，那就是搞政治。朱温极其擅长拉拢、离间、收买。这个人啊，他不光和你打仗，同时还挖你的墙角。李克用的盟友被他一个个的拆走，李克用的部将被他用各种手段策反，甚至连李克用身边的一些人都开始动摇。战场上赢了没用，如果整个政治网络都在崩塌，那赢再多的仗也守不住局面。李克用的另一个问题是格局上的短板，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对盟友太随性，高兴了推心置腹，不高兴了翻脸不认人。他对手下的管理也偏粗放，义子和将领之间内斗不断，他经常处理不好。相比之下，朱温虽然人品极差，但在整合资源、布局棋盘方面确实高出一筹。这就导致了一个诡异的局面：李克用仗打得更好，但地盘越来越小；朱温呢，仗打得不如他，但是势力越来越大。到了公元900年前后，朱温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原和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而李克用被压缩在山西一隅，日子越来越难过。那个曾经横扫皇朝、威震天下的独眼龙，正在被一个他最看不起的人一步步逼进角落。而更让他绝望的事情还在后面。公元904年，朱温做了一件让整个天下倒吸一口凉气的事，他杀了唐昭宗。皇帝被自己的臣子直接弑杀，这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是第一次，但每一次发生都意味着旧秩序已经彻底崩塌。朱温杀完皇帝之后，随手立了一个小孩当傀儡，也就是唐哀帝。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小皇帝不过是个过渡工具，朱温称帝只是时间问题。公元907年，朱温逼唐哀帝禅位，正式建立后梁，定都开封。大唐王朝这个延续了将近300年的庞然大物，就这样走到了终点。消息传到太原的时候，李克用据说痛哭失声。他这辈子打着忠于大唐的旗号和朱温斗，现在大唐没了，旗号虽然没了法理基础，但仇恨不会因此消失。李克用拒绝承认后梁政权，继续使用唐朝年号，摆出一副我才是大唐正统继承人的姿态。这种坚持有几分真心，有几分策略，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但现实是残酷的，后梁建立之后，朱温的势力达到了顶峰，控制着中原最富庶的地区，兵多粮多，对李克用形成了碾压式的战略优势。李克用被困在山西，东面是后梁大军，北面呢是不太能靠得住的草原部族。
周围的小藩镇要么投了朱温，要么在骑墙观望。沙陀军事集团的处境比东迁以来任何时候都要艰难。更糟糕的是，内部也在出问题。李克用手下的一些将领开始对前途失去信心，有人暗中和后梁联络，有人干脆叛逃。连李克用最倚重的一些义子立场都开始出现了摇摆，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压得李克用喘不过气来。一个骄傲了一辈子的人，到了晚年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可能真的要败给朱温了。公元908年，李克用病倒了，这位叱咤风云数十年的独眼龙终于撑不住了。在病榻上，他把儿子李存勖叫到跟前，做了一件后来被无数人传颂的事情。他交给李存勖3支箭，每一支箭代表一个敌人。第一支箭指向刘仁恭父子，这是原本归附沙陀却后来叛变投靠后梁的幽州军阀。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北方那个正在崛起的草原强权，曾经答应帮李克用，却最终食言。第3支箭指向朱温，这个不用解释了，一生的死敌。李克用的意思很清楚，我这辈子没能完成的事，你替我完成。这3支箭不是普通的遗物，它们是一份带着血和泪的战略清单。李存勖把这3支箭收好，供奉在家庙里。据说此后每完成一个目标，他就取出1支箭，告祭父亲在天之灵。李克用去世的时候，留给李存勖的局面可以说是一手烂牌。地盘只剩山西核心区，兵力有限，外面强敌环伺，内部人心不稳。一个24岁的年轻人接手了这样一个摇摇欲坠的摊子，所有人都觉得沙陀人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朱温统一北方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所有人都低估了李存勖，这个年轻人身上流着他父亲的血，却比他父亲更冷静、更果断、更懂得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爆发。他即将用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方式，把一手烂牌打成王炸。3支箭的承诺，他每一支都会兑现。李存勖接班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看好他。24岁，父亲刚死，内部一堆老将未必服他，外面朱温正虎视眈眈等着吞掉山西。后梁甚至已经在筹划对太原的最后一击，觉得李克用一死，沙陀集团群龙无首，正是动手的最佳时机。但李存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让所有人闭上了嘴。他迅速稳住内部，对那些犹豫观望的将领恩威并施，该拉拢的拉拢，该敲打的敲打。他没有他父亲那种意气用事的毛病，反而展现出一种远超20岁出头的政治成熟度。更关键的是，他在军事上极其大胆。接班不到1年，后梁大军压境，在百乡一带和沙陀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会战。李存勖亲自指挥，用骑兵穿插迂回的经典战术，把后梁军队打得溃不成军。百乡之战是李存勖的成名之战，他向整个天下宣告，沙陀人没有完，他们的新首领比老首领还能打。百乡之战后，李存勖开始有节奏地推进他父亲留下的那3支箭计划。第一个目标是幽州的刘仁恭父子。刘仁恭原本是李克用的部下，后来翻脸叛变，投靠了后梁。这种背叛在李克用心里扎得最深，所以把他排在第一个。李存勖用了几年时间，一步步蚕食幽州的外围据点，最终攻破幽州，俘虏了刘仁恭父子。他取出第1支箭，告祭太庙，了结一段恩怨。第2个目标是契丹。当时契丹在耶律阿保机的领导下正在快速崛起，已经成了北方最大的威胁。李存勖没有和契丹全面开战的实力，但他通过几次边境冲突，成功遏制了契丹南下的势头，在战略上稳住了北线。
第二支箭的任务虽然没有像第一支那样干脆利落的完成，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已经做到了能做的极限。真正的重头戏是第三支箭灭后梁，这才是沙陀人和朱温家族之间那笔总账的清算。朱温本人在公元912年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了，这个结局既讽刺又合理。一个靠弑君起家的人，最终死在了弑父的儿子手里。但后梁并没有因此垮掉，朝廷虽然内乱了一阵，依然是中原最大的政权。李存勖要灭后梁，面对的不是一个弱敌，而是一场真正的国战。从公元911年到923年，李存勖和后梁之间打了10几年的拉锯战。这10几年里，李存勖展现出了极其罕见的战略耐心。他不急于决战，而是不断扩大根据地，拿下河北大部分地区，把后梁的北方防线一段一段地撕开。到了公元923年，李存勖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做了一个当时所有人都觉得疯狂的决定，绕过后梁的主力大军，带着一支精锐骑兵直扑后梁首都开封。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豪赌，如果中途被拦住或者后方出问题，他就是全军覆没的下场。但是李存勖他赌对了，他的骑兵以闪电般的速度穿插到后梁腹地，后梁甚至来不及组织有效的防御，开封城破，后梁灭亡。这一年，李存勖在洛阳称帝，国号为唐，史称后唐。他给这个新王朝取名唐，是为了接续大唐的正统。他当然姓李，虽然这个李是次姓，但在法理上足够用了。就这样，一个沙陀人坐在了中原的龙椅上。从他祖父那一辈在沙漠里逃命，到他父亲在太原苦苦支撑，再到他亲手灭掉后梁，建立新朝，3代人走完了一条从流亡者到开国皇帝的路。3支箭的承诺至此全部兑现。但故事讲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接下来应该是一段太平盛世？那还真不是。李存勖身上有一种很多军事天才都有的通病，打天下的能力是满分，但做天下的能力直接不及格。他即将用一种令人瞠目的速度，把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彻底搞崩溃。李存勖称帝的那一刻，大概是沙陀人历史上最高光的瞬间。一个从西域沙漠走出来的小部族，经过100多年的迁徙、扎根、打拼，终于站到了中原王朝的最顶端。后唐建立之初，那股势头确实很猛，疆域覆盖了今天的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大部分地区，是5代时期版图最大的中原政权。李存勖灭后梁的军事行动堪称教科书级别，他的声望也在那一刻达到了顶峰。如果他能把打仗时那股劲头用在治国上，后唐的故事也许会完全不同。但他没有。这个李存勖当了皇帝之后，整个人彻底变了，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开始沉迷于一件在当时的政治圈里非常不体面的事情，就是唱戏。他不是偶尔听听戏放松一下，而是亲自上台演出，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皇帝在宫里登台唱戏，身边围着一群伶人，也就是戏子。这画面你想想就知道朝臣们都会是什么表情。更要命的是，他不光自己玩，他还把这些戏子提拔到了权力核心位置。伶人开始参与朝政，传递消息，甚至影响人事任命。一群唱戏的人突然成了皇帝身边最有话语权的人，那些跟着李存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将领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那个画面不难想象。与此同时，李存勖的皇后刘氏也在添乱。这位刘皇后极其贪财，疯狂搜刮钱财，就连军队的粮饷她都敢克扣。前线的士兵吃不饱饭，后宫却在囤积金银珠宝。这种事情如果传出去，那军心不动摇才怪。李存勖对这些问题似乎毫无感知，或者说他知道，但觉得无所谓。
他骨子里是一个战场上的天才，但其他方面确实不行。更致命的是他对功臣的态度。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做天下之后，他开始猜忌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担心他们功高震主。这种猜忌如果处理得当，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化解。但李存勖的做法非常粗暴，谁让他不舒服就打压谁。甚至连一些最早跟随沙陀集团的老部将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寒意。人心散了，散得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公元926年，距离后唐建国仅仅3年，魏州发生兵变。这次兵变的起因复杂，但根源很简单，士兵们又穷又饿又憋屈，那不反才怪了。李存勖试图调兵镇压，但他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身边已经没几个人愿意替他卖命了。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自己的亲军也反了。一个从戏子出身的军官叫郭从谦，率领禁军冲进皇宫。混乱之中，李存勖中箭身亡。一个曾经横扫天下的战神，最终死在了自己宫殿里的乱箭之下。据说他倒下的时候，身边连一个来救他的人都没有。李存勖死后，他的养子李嗣源被拥立为帝，也就是后唐明宗。李嗣源本身也是沙陀人，而且是一个相对务实稳重的统治者。他上台后做了不少实事，比如像减税、整顿吏治、安抚军心等。后唐在他手里暂时性的恢复了一些元气。但李嗣源也老了，他解决不了后唐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要知道，这个政权的权力基础是军人集团，谁手里有兵，谁就说了算。皇帝只是最大的那个军头，一旦皇帝压不住场子，整个系统就会再次崩溃。李嗣源死后，后唐的皇位传了没2代就又乱了，宫廷政变一场接一场，父子反目，兄弟相残，一个靠武力建立的王朝，最终也在武力的内耗中走向终点。而终结后唐的那个人，又是一个沙陀人，他的名字叫石敬瑭，而且他还做出了一件让后世骂了1000年的事情。石敬瑭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基本等于一个骂名，不管你翻哪本史书，看哪个评论，只要提到他，10有8九会出现一个词“儿皇帝”。这3个字的分量有多重，听完你就知道了。这个石敬瑭呢，是沙陀人，出身于沙陀军事集团的核心圈层。他早年跟着李存勖打天下，后来又效忠李嗣源，算是后唐体系内的一个实力派将领。李嗣源对他很器重，把女儿嫁给了他，还让他担任河东节度使，驻地就是太原。太原这个位置咱们已经很熟悉了，它是沙陀人的老巢，也是整个北方最关键的军事据点。坐镇太原的人，那手里就等于握着一张可以翻盘的牌。李嗣源死后，后唐的皇位就落到了他的养子李从珂手里。李从珂和石敬瑭之间的关系那极其微妙，这2人都是李嗣源的儿辈，一个是养子，一个是女婿，谁都觉得自己才是正统的继承人。猜忌和敌意在2人之间迅速升温。李从珂坐上皇位后，开始对石敬瑭步步紧逼，试图削弱他的兵权。石敬瑭心里清楚，一旦兵权被夺，等待他的可不是退休那么简单，而是死路一条，他必须反。但石敬瑭有一个问题，他手里的兵力不够，单靠河东镇的兵马硬打后唐中央军，赢面不大。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一个他自己大概也知道后果的决定，就是向契丹借兵。契丹当时在耶律德光的领导下，已经是北方最强大的政权。石敬瑭派人去找耶律德光，开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条件。第一，他认耶律德光为父，
注意哦，石敬瑭当时是45岁，耶律德光那才34岁。一个45岁的人管一个比自己小11岁的人叫爹，这件事儿的屈辱程度吧，你自己感受一下。第二，他承诺事成之后把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燕云16州什么概念？那是从今天北京到大同一带的16个州，覆盖了整个华北北部的山地和关隘。这片区域是中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长城的核心段就在这里。把燕云16州交出去，等于把中原的大门直接给拆了。从此以后，北方骑兵可以一马平川地冲进华北平原。这笔交易的代价，那可不是石敬瑭一个人的事儿啊。耶律德光当然乐意，天底下能有这种好事儿，白得16个州，还多了一个管自己叫爹的中原皇帝。契丹大军迅速南下，帮石敬瑭击败了后唐军队。公元936年，李从珂走投无路，带着传国玉玺自焚而死，后唐灭亡。石敬瑭在契丹的扶持下称帝，建立后晋，定都开封。而他也老老实实地兑现了承诺，燕云16州正式割让给契丹。同时，他在外交文书中自称儿皇帝，管耶律德光叫父皇帝。这件事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石敬瑭的手下有一个叫刘知远的将领，当初就强烈反对向契丹称臣割地，觉得称臣可以忍，割地那绝对不行。但石敬瑭没有听，他太需要那顶皇冠了，而且需要的太急了，急到他顾不了身后名，也顾不了身后事。后晋在石敬瑭手里维持了大约7年，他在位期间活得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对契丹毕恭毕敬，在国内则努力维持一个勉强能运转的朝廷。他知道所有人都在背后骂他，但他选择装作听不见。公元942年，石敬瑭病死，皇位传给了侄子石重贵。这个石重贵呢，要比他叔叔硬气一些，上台后不肯再对契丹低头称孙，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公元946年，契丹大军南下，灭了后晋，耶律德光亲自坐进了开封的皇宫，这是中原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政权整体攻占。虽然契丹最终因为统治不住中原而撤退了，但燕云16州从此再也没回来，直到400多年后，明朝朱元璋北伐，这片土地才重归中原。400年的代价，起点就是石敬瑭的那一纸割让书。而那个当初反对割地的刘知远，此刻正坐在太原，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知道属于他的时间到了。刘知远这个人，在整个五代十国的群雄谱里，属于存在感不算高，但段位很深的那种角色。他不像李存勖那样天才外露，也不像石敬瑭那样争议满身，他更像一个一直在旁边默默观察的人，等所有人都犯完错之后再上场。刘知远也是沙陀人，但关于他的族属，史书的记载有些模糊。有的说他是沙陀部族出身，还有的说他可能是突厥的另外一个分支，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从一开始就是在沙陀军事集团内部成长起来的。他的发迹轨迹和石敬瑭高度重叠，他们都是在后唐体系内一步步爬上来的中层军官，后来都成了手握重兵的节度使。石敬瑭建后晋的时候，刘知远还是他的重要帮手，但两人之间的裂痕从借兵契丹那件事起就已经埋下了。刘知远当时明确反对割让燕云16州，这个立场他不是私下说说，而是公开表达过的。在他看来，向契丹借兵可以，称臣这事儿也可以忍一忍，但割地绝对不行，那是动摇国本的事情。但是石敬瑭根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而刘知远也没有因此闹翻，他选择了一种更隐忍的方式，就是退回太原，经营好自己的地盘，等待时局的变化。这种忍耐力正是他和石敬瑭最大的区别。石敬瑭急着要皇位，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而刘知远则愿意等到代价最小的那个时机出现。这个时机在公元946年终于到来了。契丹灭后晋，耶律德光带兵占领了开封，中原陷入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契丹人虽然打赢了，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治理中原。士兵在各地烧杀抢掠，激起了强烈的民愤，各地的武装力量纷纷起来反抗。耶律德光自己也发现不行，坐不稳，待了没几个月就决定撤兵北归，结果死在了回去的路上。中原这块地盘突然变成了一个谁都可以抢的无主之地。刘知远等的就是这一刻，他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然后率军南下，进入开封，接收了契丹撤退后留下来的烂摊子。整个过程顺畅的，几乎就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因为当时中原实在太乱了，能有人愿意出来收拾残局，大家呢基本都是欢迎的态度。就这样，刘知远成为了沙陀系统的第3位中原皇帝。你看，后唐、后晋、后汉3个王朝，同一个族群的人接力坐在同一把龙椅上，这种事儿放在中国历史的任何其他时段，那都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个后汉从一出生就带着一股木气。刘知远虽然精明，却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人了，身体不好，精力有限。他当上皇帝不到1年就病死了，把皇位留给了儿子刘承佑。这个刘承佑年纪轻，性格却极其多疑暴躁。上台之后，立刻开始对手下的大臣和将领下手，一口气杀了好几个握有实权的人。他的逻辑很简单，这些人手里有兵，对我是威胁，先下手为强。但他低估了一个人，他要杀的名单上有一个名字，叫郭威。郭威是后汉的头号军事统帅，手握最强的兵权。刘承佑派人去杀郭威，但消息给泄露了。郭威不仅没死，反而直接起兵反攻。公元950年，郭威带兵杀进开封，刘承佑在逃跑途中被杀，后汉灭亡，前后存在了不到4年。3个沙陀王朝，一个比一个短命。后唐13年，后晋11年，后汉不到4年。你几乎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衰减曲线，沙陀人的政治能量正在迅速耗尽。他们依然有能力拿下皇位，但已经没有能力坐稳它了。每一次建国都更仓促，每一次崩盘都更迅速。到了后汉这里，沙陀人的政治惯性已经滑到了终点。接下来登场的郭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沙陀人连续称帝的时代画上了句号。咱们讲到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已经绕不过去了，那就是沙陀人到底凭什么呢？就这么一个从西域逃难过来的小部族，总人口巅峰时期可能也就几万到10几万人，搁在当时中原几千万人口里面，那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就这么点人，凭什么能连续建立3个中原王朝？是运气好吗？还是对手实在太差了？或者是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呢？的确如此，这个沙陀人身上有一套别的群体很难复制的组合优势，这套优势在5代那个特殊的历史窗口里恰好被放大到了极致。第一个优势是军事体制，沙陀人保留了游牧部族的军事传统，全民皆兵，男子从小就学骑马射箭，战斗力是刻在骨子里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组织方式，沙陀军队的核心不是靠行政命令捏在一起的，而是靠血缘、义父子关系
和部族效忠的纽带来绑定的。李克用的这个13太保，那就是典型的例子。义父和义子之间的关系比一般的上下级那要牢固得多。这种私人化的忠诚体系在太平年代可能是个问题，但在乱世里却是巨大的优势。因为当一个国家机器全部瘫痪，谁都指望不上的时候，只有这种强个人纽带的小团体才能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五代十国正是这样一个国家机器全面崩溃的时代，沙陀人的部族军事体制反而成了最适配当时环境的组织形式。那第二个优势就是骑兵了，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中原地区在晚唐五代时期严重缺马，大部分藩镇军队以步兵为主。沙陀人手里那支以骑兵为核心的部队，在华北平原上拥有碾压级的机动性优势。追击、迂回、突袭这些骑兵战术是步兵方阵的天然克星。李存勖灭后梁那场长途奔袭，就是骑兵机动性发挥到极致的案例。没有那支骑兵，沙陀人根本不可能玩出那种闪电战的骚操作。这第三个优势，也许是最容易被忽视，但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深度汉化。沙陀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从来没有试图以一个外族征服者的姿态来统治中原。从李国昌、李克用那一代开始，沙陀首领就主动接受了唐朝的次姓、官职和文化体系。他们说汉语，用汉制，拜汉人的祖宗，甚至连国号都取唐这个最能引发中原认同感的字。在普通百姓眼里，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朝代的皇帝虽然出身不同，但至少在面子上看起来和之前的中原王朝没什么区别。这种文化上的融入极大地降低了统治的阻力。对比一下后来的蒙古和满清，就会发现沙陀人的汉化策略走得比谁都早，比谁都深。第四个优势就是地理优势。山西北部这块根据地对沙陀人来说简直是天赐之地。太原盆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同时又可以通过太行山的关隘迅速进入华北平原。进可以争天下，退可以守老巢。这种攻守兼备的地理位置，让沙陀人在每一次政治洗牌中都能保有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后唐从太原起兵灭后梁，后晋从太原起兵灭后唐，后汉从太原起兵接管中原，三次都是同一个剧本，就是太原起兵南下夺权。这块地盘就像一个弹弓的底座，每次被压下去都能弹回来。但所有这些优势都有一个共同的局限，那就是它们都只适用于打天下，而不适用于治天下。部族体制能让你快速凝聚力量，却无法建立稳定的官僚系统。骑兵能让你赢得战争，却管不了千千万万的农民和商人。汉化能让你看起来像中原皇帝，但如果骨子里的治理能力跟不上，那迟早会露馅。这就是为什么三个沙陀王朝一个比一个短命，他们可以不断的重新开局，却永远过不了守城这一关。而当历史的天平终于从武力倾向制度的时候，沙陀人的时代也就走到了尽头。我们来看这个郭威。郭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出身底层，父亲去世的早，母亲也没能把他养大，他是被姨母带大的孤儿。年轻时当兵，从最底层的小卒一步步的往上爬，靠的全是战场上的真本事。他在后汉体系内做到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位置，手下的兵最多，仗打得最好，是整个朝廷最不可或缺的人。可是这个皇帝刘承佑决定要杀他，这个决定是后汉灭亡的直接原因。
刘承佑在动手之前，先杀了郭威留在开封的家属，包括他的儿子和其他亲人。消息传到前线，郭威的愤怒那可想而知。他手下的士兵本来就对后汉朝廷满腹怨言，这一下搞得彻底给炸了。军队拥戴郭威，起兵反攻，一路打进开封，刘承佑直接被杀，后汉灭亡。公元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这个事件在五代十国的历史线上是一个分水岭，因为郭威是一个汉人。从后唐到后晋到后汉，中原的皇位在沙陀人手里转了将近30年。现在这个循环终于断了，皇位重新回到了汉人手中，沙陀人的政治舞台正式关闭。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细节值得注意，郭威虽然是汉人，但他的崛起路径和沙陀人几乎一模一样。他也是从军队里打出来的，也是靠士兵拥戴上位的，也是先掌握兵权再夺取皇位。他的权力来源不是文官系统，不是科举士族，而是赤裸裸的军事实力。换句话说，沙陀人虽然退场了，但沙陀人建立的那套游戏规则还在，谁兵强马壮，谁就是皇帝。这个逻辑没有因为换了一个民族的人当家就发生改变。郭威这个人，那比前3个沙陀皇帝都更懂治国。他上台之后，做了大量的制度修补工作。他减轻赋税，裁汰冗兵，整顿官僚体系，试图把5代以来纯粹靠武力维持的政权转型成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他很清楚5代乱局的根源在哪里，那就是军人权力太大，文官系统太弱，皇位变成了一个谁都可以抢的东西。他想改变这个局面。虽然他在位的时间不长，只有3年的时间，但他奠定了一个方向。郭威死后，皇位传给了他的养子柴荣，也就是后周世宗。柴荣可能是整个5代十国中最被低估的皇帝。这个人文武双全，治国打仗样样在行，在位时间也就仅仅6年，却做了很多事情。北伐契丹，收复了燕云16州南部的几个州，再就是南征南唐，拿下了长江以北的大片领土，还有就是改革内政，限制寺院经济，整顿军纪。如果柴荣能多活10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也许就完全不同了。但命运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公元959年，柴荣在北伐途中突然病倒，回到开封后不久就去世了，年仅39岁。柴荣死后，他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一个7岁的小孩坐在一个靠军队维持政权的最高位上。这个画面你不觉得很眼熟吗？一个弱势的皇帝，一群手握兵权的将领，一个随时可能失控的权力格局，5代以来的剧本再一次翻到了同一页。只不过这一次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个将军名字叫赵匡胤，他即将做出一件和沙陀人如出一辙的事情，但结尾不一样。沙陀人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正在被一个汉人将军默默继承，并即将被彻底终结。公元960年正月，开封城里传来了消息，北方边境告急，契丹和北汉联军南下进犯，朝廷紧急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北上迎敌。大军走到陈桥驿，距离开封也就不过几十里地，赵匡胤停了下来。当天晚上，士兵们突然自发拿出一件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赵匡胤推辞再三，最终勉为其难地接受了，然后大军掉头回到开封，逼小皇帝柴宗训禅位。整个过程没有流血，北宋就这样建立了。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件事儿，如果你只看表面，会觉得赵匡胤他的运气真好，兵不血刃就当上了皇帝。
但如果你把它放进五代十国的整个脉络里去看，就会发现这件事儿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同样的事情在过去50年里已经反复上演太多次了。石敬瑭靠契丹兵推翻后唐，刘知远趁乱在太原称帝，郭威被士兵拥戴杀进开封。你看这模式都是一样的，掌握兵权的将领在某个时间窗口里被推上皇位，而赵匡胤只是这条流水线上最新的一个产品。而这条流水线的第一任设计师恰恰就是沙陀人。从李克用在太原建立河东军事集团开始，到李存勖灭后梁称帝，沙陀人示范了一个完整的路径，就是控制一支忠于个人的精锐军队，在占据一个战略要地，等待中央权力出现真空，然后迅速出击夺取皇位。这个路径被后来的人反复模仿，石敬瑭模仿了，刘知远和郭威模仿了，现在赵匡胤也不例外。可以说，五代十国的权力更替逻辑从一开始就是沙陀人定义的。赵匡胤不是在创新，他是在抄作业。但赵匡胤和之前所有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不光会抄前半段，他还把后半段彻底给改了。五代以来，所有的开国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只知道怎么抢到皇位，但不知道怎么防止别人会用同样的方式抢走皇位。沙陀人建了3个朝代，每一个都亡于同样的原因，那就是手下的将领造反。郭威的后周也是同一个毛病，柴荣一死，赵匡胤立刻就翻版了。这个漏洞50年来没有任何人去修补过，但让这个赵匡胤给修补了。他当上皇帝之后，干了一件5代以来从来没人干过的事儿，就是主动削弱武将的权力，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他请手下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们喝酒，酒席上推心置腹地聊了一番，意思也很直白。这个兄弟们啊，你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当年我的位置，你们手下的兵那随时也可以给你们黄袍加身哦。与其大家互相猜忌到最后刀兵相见，不如你们交出兵权，我给你们荣华富贵，安享晚年。将领们一听，懂了，纷纷主动辞职。这一招的精妙之处在于，赵匡胤不是用暴力去解决问题的，而是用制度和利益交换去根治病因。他真正看穿了5代乱局的核心矛盾，不是谁当皇帝的问题，而是军事权力完全不受制约的问题。只要武将随时可以造反，那这个皇位就永远不稳。他把武将的权力收归中央，用文官体系取代军人政治，建立了一套以文治武的国家制度。北宋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武将篡位的情况，这在5代十国之后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然，这套制度后来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北宋重文轻武走到了极端，导致军事力量长期疲弱，面对辽和金还有蒙古的进攻时节节败退，最终亡于外敌。但那是后话了。至少在赵匡胤的时代里，他用这套方案成功终结了5代以来的军阀循环，把中国重新拉回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一统轨道。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群沙陀人在100年前写下的剧本。赵匡胤读懂了这个剧本，然后亲手把它给撕了。故事讲到这里，还剩下最后一个谜团，也是今晚整个故事里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沙陀人最后去哪儿了？一个连续建立3个中原王朝的族群，一个在5代十国舞台上唱了半个世纪主角的民族，怎么就突然从历史里消失了呢？没有灭族的记录，没有大规模驱逐的痕迹，也没有集体迁走的线索。同样，在今天中国的民族名册上，
压根儿没有沙陀族这3个字。我觉得很多听过前几期故事的朋友们都应该想到了，是的，这个沙陀人呢不是消失了，同样是融化了。他们像一把盐撒进了一锅水里，彻底溶解在了汉族这个巨大的人口底盘中，再也分不出来了。这个融化过程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从沙陀人进入中原的第1天就开始了。早在李克用那一代，沙陀上层就全面接受了汉族的姓氏、语言、礼仪和政治制度。他们姓李、姓石、姓刘，那用的全都是汉姓。他们说汉语，写汉字，拜孔庙，建年号，从外表到内核都在向汉族文化靠拢。到了后唐、后晋、后汉这几个朝代时，沙陀贵族与汉族士族之间的通婚已经非常普遍了。皇室和将领们娶的妻子大多数是汉族女性，他们的后代在血统上已经是混血，在文化认同上则完全是汉人。2、3代人之后，一个沙陀家族和一个普通汉族家族之间，外人根本看不出任何区别。更关键的是，沙陀人从来没有建立过一套独立于汉文化的民族认同体系。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系统性的宗教信仰来维系族群边界，也没有一块专属的封闭居住区。他们一进入中原就散居在汉人之中，和汉人做邻居、做同事、做亲戚。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维系身份认同最重要的2个东西，一个是语言，再一个就是生活方式了。沙陀人在山西扎根之后，很快就放弃了游牧，转为定居，生活方式和汉族农民趋同。在语言方面呢，虽然早期的沙陀人可能还在内部使用突厥语，但到了第2代、第3代，汉语已经成为了他们主要的日常用语。当一个族群既不住在一起，也不说同一种话，也没有共同的宗教或文字来提醒自己我们是不同的，那么融合就是必然的结果。5代结束之后，这个过程进一步加速。北宋建立后，赵匡胤推行的以文治武政策，彻底瓦解了沙陀人赖以维系集体身份的军事部落体制。以前沙陀人之所以还能作为一个群体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军事组织把他们绑在了一起。将领和士兵之间的效忠关系，义父子之间的纽带，部族内部的战斗编制，这些东西让沙陀人即使住在汉人中间，也依然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但北宋把这套军事体系全部给拆散了，兵权归中央，将领定期轮换，私人军队不复存在，沙陀人最后的组织纽带被剪断，剩下的就只是一个个散落在各地的家庭。这些家庭姓李、姓石、姓刘、姓郭，和邻居们一起种地，一起赶集过年，几代人之后，连他们自己的后代都未必知道祖上是沙陀人。这种消失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罕见。鲜卑人建立了北魏，深度汉化之后融入了汉族。匈奴人在南北朝时期大量内迁，最终也消融在了汉族人口之中。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太多的族群走过了同样的路径，来的时候是征服者或者迁入者，带着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住了几代之后，语言换了，习俗换了，通婚了，混血了，最后连名字也都换了。汉族从来不是一个血统纯净的民族，它更像一条大河，无数条支流汇入其中，最终都变成了河水的一部分。沙陀人就是其中一条短暂而湍急的支流。他们来的时候带着马刀和弓箭，走的时候却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他们把自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了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的血脉里，只是再也没有人知道。
那一片从巴里坤湖边吹过来的风，穿过了大漠，翻过了太行山，最终散在了中原的麦田里。沙陀人用了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漫长的迁徙，又用了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无声的消融。他们没有纪念碑，也没有故土可以回去，甚至没有一个后人会在清明节时给他们烧一炷香。但如果你哪天路过山西北部，看见那些苍茫的群山和古老的城墙，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1000年前，有一群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来，在这里生活过，战斗过，建立过王朝，也弄丢过王朝，然后他们安安静静的变成了我们中的一部分。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在故事的最后呢，想给催更的朋友们说声抱歉，也感谢大家的关心。最近一段时间家事确实太多，的确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老人手术刚出院2周，每天要给2位老人准备1日3餐的我，只能挤出有限的时间，和在忙完全天后，用最后那剩余的一点精力来准备这期故事。不过说实话，也就是在每天独自录制故事时，才些许会感受到那短暂的放松。在这里，我希望每位朋友能在忙完工作之余，能给老人多一点关爱，特别是独生子女。是的，我知道这对于独生子女来说确实很难，特别是像我这种长期不在父母身边的。但咱们还是要多督促老人按时体检，身体上有些细微变化时，还是要多留意。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尽早干预，同时还要疏导老人的情绪，要积极，要配合。最近这半年来确实辛苦，也有很多感受，很想和朋友们聊聊。等后面吧，有机会了直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最后，我真心希望每位朋友的父母都能健康长寿。晚安。